10載，劉賀在位27日便被廢黜，背負千年昏君罵名。直到2011年，海昏侯墓現世，塵封的廢帝終於道出千年委屈。王爺，您总算醒了。自打从长安回来，您就一直昏迷不醒。宫里派来传旨的公公，眼看就要到王府了。历史守恒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刘贺，核心原则：王爺，严禁篡改历史重大节點，嚴禁夺權，违者神魂俱滅。我穿越成了被罵2000年的昏君劉賀，還不能改命？當皇帝，妥妥的高危職業，誰愛當誰當。既然系統禁我奪權復辟，那我便另闢蹊徑，專心搞錢。王爺，大事不好！驛站傳來消息，傳旨公公將於明日抵達王府，勒令您明日準時接詔。聖旨到。制诏：昌邑王刘賀在位27日，荒淫无度，廢黜帝位。今收回昌邑国封地，改為山陽郡。昌邑王劉賀軟禁王府，不得擅出。钦此。廢帝劉賀，接旨吧。哼，果然是瘋了。王爺，他們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，好戏才刚刚開始。阿周，從今天起，我就做個沉迷酒色瘋瘋癲的廢兒。回去禀報大將軍，劉賀已成廢人，不足為懼。昌邑王劉賀，大將軍有令，命你即刻起身回話。酒，好酒，給本王再來一壇。无恥，荒唐！簡直是有辱斯文！走，回去禀報大將軍，昌邑王劉賀瘋癲，神志不清，形同廢人。霍光，你不是想要一個荒淫無度的廢帝？那依你便是。劉賀瘋癲，然行迹可疑，需嚴加監視。藥熬好了，趁熱喝吧。若是這時候倒下，這王府上下幾十口人，可就真沒活路了。你恨我嗎？若不是因為我，你本可在長安做世家嫡女，安安穩穩過一輩子。我若恨你，何必親自為你煎藥？當年的昌邑王雖貪玩，心腸卻是熱的。可誰又能想到，進京短短27天，你就成了天下人唾罵的廢帝。可這當真是因為你荒唐嗎？你我不過是他手裡的玩物罷了。從今往後，我劉賀不再做任何人棋子，我們自己的命運自己說了算。自己說了算？這不僅僅是為了我，更是為了保住嚴氏和昌邑王府的命。我去給父親寫信，但我不敢保證他一定會幫你。他向來謹慎，你需告訴他唇亡齒寒的道理。你拿着這個，父親一定會明白的。
草民王虎前来拜見王爺。这昌邑王虽然没了，王府倒还不錯，隨便一件字畫花瓶都能賣不少錢。老爺說得對，如今封地歸了山陽郡，王府產業自然不算數了。是誰在此打擾本王雅興？拖出去斩了！王爺，這是西郊百畝良田的借據，王府如今管理不好，不如交由草民打理如何？王虎，你敢？那是王府祖產！一個奴才而已，也敢多嘴！給你們3天時間，王爺，到時候不交出來，就別怪在下無禮了。哼！王爺，我跟他們拼了！不急，3天後自有人收拾他。歷史記載，執金吾延元年最為疼愛這個女兒，這一次必定會出手相助。阿忠，養精蓄銳，今晚連夜送長安，親手交給執金吾延大人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。王爺放心，夫人放心，我就是死也會把信送到。這是嚴家令牌，沿途遇阻，亮出令牌，嚴家的人會幫你。大人，山陽方向來了密客，帶着小姐的隨身玉佩，說是昌邑王府送來的急信。小女遠在山陽依附劉賀，無端送來信物，必是身陷險境。信呢？放肆！區山陽地痞，也敢騎到我嚴延年女兒頭上！大人，山陽豪強侵占昌邑舊產，恐有人借端發難。劉賀縱然再不堪，也是先帝親賜的婚事，何況那是我的親骨肉。來人，在800里加急，送往山陽郡守府。哈哈哈！劉賀算個什麼東西？3天後，他那百畝良田就得乖乖改姓王。虎爺高明，等拔了這最後一塊肥肉，屆時整個山陽的糧脈可就全在您手心了。想在這絕境裡活下去，這最後的100畝地，1寸也不會讓。王爺，3日之期已到，不知王爺考慮的如何？西郊那百畝良田，還是由在下幫您管理吧。怎麼嚇傻了？給我砸！把值錢的都搬走，把劉賀拖出來打！执金吾嚴大人令牌在此，誰敢放肆？執金吾，京城的執金吾怎麼會來這裡？這不可能！王虎，你勾結官吏，欺壓百姓，侵占王府祖產，意圖謀害朝廷命官。嚴大人有令，將你們全部拿下。我不服，劉賀就是個廢帝，你們憑什麼抓我？大膽！嚴大人的女婿也是你能侮辱的。別說你王虎，就是山陽郡郡守，嚴大人想辦他，也不過一句話。我說過，3天後有你好辦的，可惜你不聽。太好了，危機終於解除了。不好了，王爺！王爺，银兩將耗盡，再無進項，我們連僕從的月俸都快發不起了。劉賀啊，劉賀，以前只顧着貪圖享樂，如今封地被沒收，空留一個偌大的王府，眼下當務之急
是要解決王府的生計問題。如今府裡外處處捉襟見肘，長久下去，整座王府怕是難以為繼。朝堂那些權謀爭鬥、爾虞我詐，我再也不摻和半分。往後，我要在這大漢朝經商立業，積攢家財，安身立命，做最富足、最安穩，無人敢招惹、無人敢欺壓的逍遙王爺。阿忠，隨我進來。王爺，這般器物我從未見過，不知究竟有何用處？此物名為蒸餾器，用它蒸餾過的酒，顏色澄澈透亮，純淨無雜，口感綿柔甘冽，醇厚順滑。明日凌晨，秘密召集手藝頂尖的工匠，封鎖後院工坊，連夜趕製器物。此事務必嚴守機密，不可外洩分毫。往後這山陽郡，我便以海公子的身份行事，遇事切勿魯莽。是。幹得咋樣了？海公子，蒸餾器已經造好了，我們熬了好幾個通宵，終於成功了。不錯，和圖紙上一模一樣。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。辛苦了，你們先回去休息吧。海公子，開始吧。好香啊，比平時喝的浊酒香太多了。這叫白酒，度數比浊酒高10倍，口感更醇厚，喝起來綿柔爽口，回味悠長。50度左右正好。從今天起，我們的海氏酒坊正式開業。海公子，這酒這麼烈，定價又是普通浊酒的10倍，會有人買嗎？放心，不出3天，整個山陽郡都會為我們的酒瘋狂。那些貴族和商人，最喜歡這種新奇又夠勁兒的東西。這海氏酒坊賣的什麼酒？普通浊酒才1文錢1碗。就是，我看就是騙人的，誰買誰是傻子。快來看看我們新出的白酒，比浊酒好喝10倍。你這價錢也比浊酒貴10倍，有這錢我還是去喝10杯浊酒吧。這也太貴了。海公子，怎麼辦？大家都嫌太貴了，要不我們降價吧？別急，越是沒人買，越不能降價。一旦降價，就顯得我們的酒不值錢了。大家聽好了，只要有人能連喝3碗我们的酒而不醉，這銀子就是他的，絕不食言。這一錠銀子得多少兩啊？我來，不就是3碗酒嗎？我能喝10碗，這一錠銀子我拿定了。得嘞，您請。香好酒！我的天，1碗就倒了，這酒也太烈了吧！是啊，太嚇人了，這哪裡是酒啊，簡直就是毒藥！讓我試試。還有人要來挑戰嗎？海公子，給我來1碗白酒，我要嘗嘗到底有多烈。好酒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入口綿柔，雖然烈但不辣嗓子，
回味悠長，比宮廷御釀還好喝100倍。给我来10坛，我要带回家慢慢喝，正好明日府中宴请，用来招待贵客。给我来10坛，我要5坛，都有，慢慢来。这个海公子是什么来头？竟敢抢我生意！掌柜的，这个海公子来历不明，不过他的白酒确实好喝。现在整个山阳郡的士族和客商都在買他的酒，咱們的酒坊今天只賣出去3壇佐酒。再這樣下去，山陽的酒就該姓海了。不行，不能任其再發展下去。你去帶幾個可靠的人，今晚偷偷把他的酒鋪燒了，給我燒得一乾二淨。掌櫃的，這不好吧？縱火可是死罪，要殺頭的。怕什麼？縣衙那邊我自會打點好，一把火燒了，誰又會知道是我們幹的？海公子，別怪我心狠手辣，誰讓你擋了我的財路？公子，今天我們賣了500多壇白酒，賺了50多兩銀子。着火了！酒鋪着火了！快，沙土潑水，隔開林鋪。公子，怎麼辦啊？我們的酒坊全完了。這恐怕是有人故意放火，一定要把這個人給揪出來。想跑，晚了。大俠饒命！我只是個拿錢辦事的，不關我的事啊！果然是你，李掌櫃的狗腿子。是李掌櫃讓我幹的，他說你搶了他的生意，讓我燒了酒坊，還說不幹就殺我全家。我也是被逼無奈啊。公子，這個人怎麼處理？要不直接殺了？不用。先把他關起來，明日報官送去衙門，交由衙門處理。我要讓李掌櫃身敗名裂，讓李掌櫃賠償我們所有的損失。是，公子。海氏酒坊沒了，看你還怎麼跟我鬥！山陽郡的酒市還是我的天下。你回來了，沒事吧？我聽說酒鋪着火了，擔心了一整夜。我沒事，多虧了阿吉抓住了放火的管家，不然這次我們就真的吃大虧了。夫人吩咐過要保護好公子的安全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戴爾，謝謝你，如果不是你讓阿吉暗中保護我，這次我不僅酒莊沒了，說不定連性命都難保。你我夫妻本是一體，我不幫你幫誰？我向你保證，一定給你一個安穩富足的生活。我會建立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，讓你過上最好的生活。我相信你。接下來你打算怎麼辦？酒坊燒光了，我們損失慘重。我打算重建酒坊，而且要建得比原來更大更好，壟斷整個山陽郡的白酒市場。好，我支持你。我還有一些嫁妝，你可以先拿去用。郡守大人，李掌櫃故意縱火燒毀我的酒坊，造成重大財產損失，還差點傷及無辜百姓，還請大人為我做主，嚴懲兇手。
管家，這供词可是你親筆所寫，所言句句属實，如有半句虛言，本官定不轻饶。是小人写的，句句属實，都是李掌柜指使我干的，大人饶命啊！来人，带李掌柜。大人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诬陷我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我们还在你府里找到了你给管家的酬金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表哥，救我呀！我是你表弟呀！住口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本官身为郡守，绝不会徇私枉法。表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海公子，此事是李掌柜不对，本官向你道歉。本官会让他赔偿你所有损失，共计500两银子。另外，将他打入大牢，依法處置。多謝郡守大人秉公施法，海某感激不盡。海公子，你年紀輕輕就有如此本事，真是不簡單。不知道你是哪裡人士，以前是做什麼的？郡守大人过奖了，我只是運氣好而已。我是外地來的商人，以前在江南做些小生意。大家莫拥挤，今日新店開業大酬賓，買5壇贈1壇，10壇贈3壇，貨品充足，人人有份兒。海氏白酒滋味醇厚，我兒喝過便再瞧不上別家濁酒。今日多囤幾壇，分給各家親友。總算熬出頭，新店生意竟比先前還要紅火。這不過是起步而已。往後我們要於山陽各座縣邑廣開分坊，獨佔本地酒市，再向外州郡延伸，讓天下人皆知海氏白酒。郡內遍地開坊，置辦工房、招募匠人都要耗損大量銀錢，人手也難籌措。這般大舉擴張，我們繼續撐得住嗎？夫人不必憂心，為夫自有萬全之策。公子夫人，臨縣10餘位商戶結伴而來，全都想要代銷咱們的白酒，正好應了我心中盤算。想要經銷海氏酒，需繳納一筆經銷契金，既能充盈銀庫用作擴坊，也能篩選出誠心經營之人。原來你早想好靠經銷契金周轉，倒是我多慮了。這都是現代人玩剩下的，賺的不就是加盟費的錢嗎？山陽只是根基，不出數元，海氏酒香必傳遍大漢疆土。海公子，下月初3，商陽郡各家士族將在蘭亭閣舉辦文會，特邀你參加。多謝各位抬愛，我定準時赴會，能與商陽才子交流，是我的榮幸。海公子，你們商人終日逐利，滿身銅臭，卻也能釀出如此佳釀，倒真是令在下佩服。此番文會本是詩酒風流的雅事，海公子，你可要收起你那商人架勢。你什麼意思？竟敢侮辱我們公子！我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？滿身銅臭的商人，也配合文人雅士同席共飲。要不是看在你的白酒還不錯的份上，怕也不會邀請你。阿忠，不得無禮。這位先生說的對，我確實是個商人。不過，我倒想見識一下山陽自詡文墨世家的風采。哼，好，那我們拭目以待。告辭。公子，這些士族太過分了。我們為什麼要去參加這個文會？我們海氏酒坊要在山陽徹底站穩腳跟，還有要得到這些文人雅合的認可才行。這世道果然是士農工商，商賈地位最低。這次文會看似刁難，實則是我揚名山陽，打破偏見，積累人脈的絕佳強勁。明日蘭亭文會那幫士族本就輕視商賈，此番刻意地鐵，絕非真心相交。定要輪番拿詩詞經義刁難你，你萬萬不可意氣用事。我知曉他們心底偏見，士農之分刻在骨子裡。但如今海氏酒坊要山陽立足，日後也需士族不再從中作崗。這場文會是不得不赴的局。可那群人恃才傲物，
若是當众折辱你，届時又該如何應對呢？越是輕視，越要拿出真才實學折服眾人，不爭一時口舌之快，但要讓他們打心底認可。商人亦可胸藏丘壑，心懷萬民。囊內有靜心草藥，明日若众人言語刻薄，聞一聞穩住心神，莫與人爭之結怨。有你處處為我，為父萬事皆有底氣。明日那海商人一到場，我先出奸身上聯刁難，若是對不上，便令他自罰3壇浊酒，當眾賠罪。認清商賈低人一等的本分。光對聯不夠，我備下冷門儒家古題，他一個整日釀酒做生意的俗人，定然一竅不通。到時候滿堂文人哄笑，看他日後還有臉面在山陽行走。聽聞他開義學收容寒門，看似仁善，實則收攏民心。此番正好借文會挫他企業，讓百姓看清商人都是沽名釣譽之輩。公子，方才打探消息的伙計回報，今日一众士族提前聚在蘭亭，私下商議，明日要以絕對刁鑽精廉、骨辟屍體輪番為難你，還揚言要當眾讓你自認商賈粗鄙，不配入雅席。意料之中，越是刻意打壓，越說明他們忌憚海氏如今在百姓中的声望。你暗中安排可靠伙計，明日混在圍觀百姓之中，不必出頭，只停觀便可，不可與士族起衝突。屬下明白，絕不惹出事端，拖累公子。阿忠，另外備2壇上等蒸餾白酒，明日帶去蘭亭，以佳酒為引，先破了他們心中商人為吏的刻板印象。史書只寫士族壟斷文派，卻從未記底層百姓無書可讀。今日蘭亭一役，不只為白酒鋪路，更要借文會撕開階層偏見，為日後廣辦學堂、普惠萬民埋下根基。便是那賣酒的海公子，一身粗布也敢登蘭亭雅祭，真是污了此地風雅。等會兒王兄出題刁難，定要讓他當眾出醜，認清商賈不配與世人同席。這可是世族，這麼情有所來。海公子肯賞光附會，倒是一樁奇事。我等今日論經賦辨古今，都是世人修身治國之學。商賈終日逐利，想來不通文墨。敢問公子，可通曉風雅經義？公子此言有失偏頗。詩書從不是士族私藏，經世不分農工商賈。古有販夫立言、樵夫知禮，聖賢教化普惠萬民，怎可憑出身分高低？巧言詭論無用，我出3道經義考題，你若盡數答得周全，我方才任你同席論道。一問詩風雅頌核心要義，2問漢初黃老無為治世根本，3問讀書人何以不困窮達。風采民間疾苦風物，雅祭朝堂禮樂朝事，頌祭宗廟先祖功德，3者分民情、國政、祖祀，各司其道。漢初黃老休養生息，意在輕徭薄賦，不擾黎民，並非怠政，是大亂之後固本安民之策。世人立身憑本心，窮則守德修身，達則濟世安民。境遇是時運，風骨是根本，自然不為貧富困頓束縛。承蒙諸位考竅，僥倖未挫。
如今換我請教一題，若诸君能解，我即刻收拾起身，不再叨擾雅惠。尽管發問。我輩飽讀詩書，豈會懼商賈一問？亂世靠武功定疆土，盛世憑文職安萬民。敢問文武如何相輔相成，互不相悖？天下大治，當先以何為根本？何謂根本？何謂根本？何謂根本？老夫惭愧，我等子弟終日鑽研辭賦小節，早已忘卻經世致用本心。海公子胸中秋禍，遠勝郡中一眾後生。先前我等已出身輕慢，實屬淺薄。老丈過譽，不過隨口遣思，與諸君閒談罷了。海公子，方才遍悉文武相輔相成之道，格局遠超郡中所有後生晚輩。老夫研習儒學60載，心中存有一樁縈繞半生的疑惑，今日斗膽想與公子深度論道。老丈不必多禮，不過是平日行走鄉野，見多民間疾苦生出的粗片想法，談不上高深見解。您儘管發問。自漢廷獨尊儒術以來，世間儒生皆奉行君權至上，認為君主是社稷根基，萬人生死榮辱皆繫於帝王一人。方才公子談吐間，似是另有一番獨到見解，不知能否為老夫解惑？孔孟先賢早已留下定論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如今世人只會死記硬背字句，從未深究背後根本。城池、糧倉、軍政、朝堂，看似光鮮穩固，皆靠百姓耕織、服役、納糧維繫。君王手握大權，看似風光，失了民心便基業盡傾。君臣權柄從不是享樂資本，而是守護蒼生、安民守土的沉甸重擔。如今山陽郡詩書被世家壟斷，寒門農戶世代目不識丁，官吏隨意欺壓百姓，這便是本末倒置，完全違背聖賢教化萬民的本心。老夫虛度70載，終日困於辭賦考據，竟忘了儒學經世致用的初心。公子胸襟格局，堪稱當世鴻儒。先前我等已出身輕慢商賈，實在淺薄可笑。老丈太過抬舉，只是見民間疾苦，心生感慨罷了。張敞的探子果然全程盯着，此番話傳入朝堂，正好埋下伏筆，降低朝野對我的戒備。公子既有濟世安民之心，何不廣開義學，教化山陽寒門百姓？你們平日裡可有先生教你們認字讀書？先生莫拿書卷打笑我們莊稼人，學堂學費抵得上農戶1年的收成了。讀書從來不分出身，農、工、商賈子弟皆有明理向善的權利。先生別害我們，若是被士族子弟或是鄉紳家丁看見孩童認字，說不得就要漲我們全年田租。我們本就糊口艱難，實在經不起折騰。我倒要看看這私塾是什麼樣的地方。這就是鄉紳私立的私塾。海公子還是回你的酒坊經商牟利吧。詩書典籍不是你等商賈賤民可僭越。教化萬民本是聖賢大道，如今卻被士族用來固化階層，壓榨底層百姓。此等亂象，我必須出手改變。這寫的什麼呀？公子，山陽士族根基盤根錯節，宗族姻親相互勾連，若是強行開設平民學堂，必定引來全郡鄉紳聯手打壓，風險極大，稍有不慎便會落人口實。聖賢教化普及萬民，
士族能封鎖學堂，卻封不住我救濟百姓的心。錢財於我只是身外之物，若能讓寒門孩童識字明理，不再世代受人蒙騙欺壓，商行再多損耗也值得。明日把他全城张贴。这是要与全郡相生为敌啊，公子！海公子若是真能開設不收學費的學堂，我們家娃娃這輩子總算能認幾個字，再也不用像我們一樣被官吏拿着文書隨意欺瞞，連賦稅清單都看不懂。去把城西的工匠都請來，木料要選最好的，桌椅式樣照着書院的來。一介商贾，竟敢擅自開設平民義學，教化賤民。底層百姓一旦識文斷字，看懂賦稅禮法，日後必然會與我等士族爭奪土地利益，長久下去，後患無窮。必須趁早打壓，不能讓海公子收攏民心。立刻聯名撰寫文書，遞交郡守張敞，直言海公子私設學堂，擾亂綱城禮教，請求官府即刻查封，嚴禁平民子弟入學。公子，全郡20余戶士族聯名上書郡守，狀告您私設學堂，敗壞禮教，懇請張敞查封義學。張敞素來緊盯公子動向，此次必定借機發難。郡守本就對您心存戒備，不如暫緩辦學計劃，避一避風頭。他們越是極力阻撓，越能證明這件事做得正確。我學堂只傳授仁德、修身向善的儒家道理，無半句非議朝堂、煽動百姓的言論。張敞恪守漢律，沒有合理理由強行查封義學。明日一早，全城大街小巷同步張貼告示，工匠照常開工修建學堂，不必畏縮退讓。3日之後，本官親自前往城郊義學工地巡查，嚴查私設學堂亂象，若有違禮之舉，即刻封定。仁義禮智信，仁義禮智信。詩書不分高低貴賤，農戶、商家、工匠的孩子，人人都有修德明理的機會，不必因出身自卑。大人，20餘戶士族聯名狀已送到府中，全員懇請查封此處義學，稱賤民識字會滋生禍亂。這些還好每日只誦讀修身仁德之言，從未有半句非議朝堂、反抗士族的話語。士族所言禍亂之說，不過是懼怕底層百姓覺醒，危言聳聽罷了。大人是否即刻派兵查封學堂，順從士族訴求？暫且按兵不動，不必干預義學修建，密切觀察後續動向即可。方才巡街的商行伙計看到郡守張敞帶着心腹，躲在有西側樹林暗中觀察學堂，逗留許久，最終沒有派人前來阻撓。張敞心中自有權衡利弊，士族的彈劾文書已經無法撼動義學修建。加快施工進度，同步規劃山陽下轄各縣鄉分校選址。是。海公子不收取分毫學費，還願意為我們鄉下人造學堂，我們全村百姓拼盡全力也要把宿舍建好。公子，郡內9成窮苦百姓無力承擔診金藥費，小病硬扛拖成重症，每到秋冬換季，村落裡都會有人因無藥醫治離世，孩童夭折更是數不勝數。每一所義學旁配套建造一間惠民醫館，藥材、診金全部由海市商行全額承擔，平民看病抓藥分文不取。
老弱婦孺優先接診。公子心懷蒼生，是山陽百姓的福氣。辦學建醫館消耗巨額銀錢，酒坊大半盈利都會投入民生事務，商場儲備金銀會大幅減少。金銀囤積庫房只是死物，能用來救活百姓、開化寒門，才算是真正發揮用處。快看那裡在幹什麼！你辦學堂，籌建醫館，每年損耗海量銀錢，酒由辛苦賺取的盈利大半全部投入民生，你當真一點都不心疼？世人一生追逐金銀權勢，活得步步心驚。我只求一方百姓安穩富足，无文盲无病痛，這般逍遙日子遠比囤積財富快活。往後惠民醫館的內務、藥材庫存清點，交由我來協助打理，替你分擔操勞。從前我始終以為你和傳聞裡荒淫紈絝、荒廢朝政的昌邑王別無二致，直到親眼看着你釀酒興商，廣開學堂，搭建醫館，救濟百姓，我才徹底看清，是世人史書全都誤解了你。當初被霍光廢除地位，軟禁在昌邑王府，全天下人人都等着看我一蹶不振，病死落魄，唯有你不離不棄。嚴家暗中動用直精衛勢力護我周全，這份恩情，我一直銘記於心。父親嚴延年常說你絕非庸碌無為之輩，只是我先前被史書流言蒙蔽，心存隔閡。如今我終於明白，你不屑朝堂血腥權鬥，一心只想守住封地百姓，讓底層人安穩度日。地位是懸在頭頂的利刃，爭奪皇權的人日夜活在猜疑、暗殺、構陷之中，稍有不慎便是滿門抄斬。守一方封地，富民興教，遠離朝堂紛爭，才是真正逍遙自在的活法。酒坊、學堂、醫館三邊事務繁雜，往後內務賬目、藥材糧食儲備交由我打理，你只管安心規劃農耕、水利等長遠民生大計。城外瘟疫擴散速度失控，数十個村落接連出現染病身亡的百姓，數萬難民拖家帶口朝着郡城湧來，隨時會爆發大規模動亂。惠民医馆能治病，救官府開門放行，救救我們病中的孩子！郡守下達嚴令，嚴防瘟疫入城擴散，任何人不得開啟城門，一律按作亂重罪抓捕關押。城外難民多達數萬，瘟疫日夜擴散，官府緊閉城門，坐視不理。再拖延些日，疫病會蔓延至全郡，到時候無人能夠幸免。官府不作為，我們不能眼睜睜看着百姓病死、餓死在城外，必須立刻出手救災救人。立刻清點海市商行全部存糧儲備藥材，全部運送至城外空地，搭建臨時隔離救助營，隔絕病患，控制瘟疫傳播。郡府糧倉堆滿官糧，郡守手握存糧，卻不肯開倉救濟，
任由我們餓死、病死城外，這等官府置萬民性命於不顧。朝廷律法明令，郡守不得私自開官倉赈濟流民，爾等速速散去。若繼續聚眾圍堵府衙，一律以聚眾謀逆重罪論處。不好！公子，难民圍堵郡府大門，官兵拔刀对峙，再晚片刻，定會出現大量死傷。府衙鐵了心不肯退讓，一旦官兵動手，數萬難民流離失所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有州鋪車隊全部隨我趕往郡府廣場，穩住失控難民，阻止流血慘案發生。諸位鄉親切莫衝動自尋禍事，官府不肯開倉放糧，我海某人自有充足糧食掏藥救濟所有人。我知曉大家飢寒交迫，疫病纏身，心中滿懷絕望。從今日起，城外設立數十處永久州鋪，每日按時施粥，同時搭建病患隔離營，郎中免費診治瘟疫，不必再衝擊府衙，白白落下作亂罪名。多謝海公子救我們一家老小，您是我們山陽百姓的救命恩人。多謝公子施粥治病。这些人，你先带下去安抚一下。眼下儲備的糧食藥材僅夠支撐10日，隔離病患數量每日暴漲。再加上城內士族集體拒絕捐獻藥材，長久下去根本無力支撐全城賑災。公子大事不好了！隔離營病患數量翻倍，現有藥材人手，完全無法遏制瘟疫蔓延。本地士族囤積大量藥材，閉門不出，坐視百姓染病身亡，不肯分毫家計。海公子，我家娃燒了3日，再無藥就要沒命，求你救救他！大嫂莫貴。郎中即刻過來配退燒湯藥，隔離帳篷備好床鋪，先帶孩子進去靜養。每日3碗湯藥管夠。城外病患每日新增上千，庫房儲存的艾草、柴胡、黃芩只剩最後2筐。城內士族囤積全部藥材，重金都不肯售賣。我已知曉。先分根現有藥材，優先供給老弱孩童，稍後讓阿忠帶隊進山採摘野生草藥應急。周鵬持續全天施粥，絕不能斷糧。公子，我無錢財報答，這點雜糧送給營裡孩童。您是我山陽百姓的救命恩人。老人家留着自己果腹，糧食商行源源不斷送來，不必掛念。公子，城內藥鋪全被士族把控，出價10倍銀錢都閉門不賣。進山採藥路途遙遠，至少2日才能運回，中間病患無藥可用，如何是好？傳令所有護衛分3路進山，採摘野生氣熱草藥，同時減少湯藥藥材配比，增加沸水熏蒸防疫。先用物理隔離遏制瘟疫蔓延，撐2日便能緩解。若不是海公子，我們早已病死城門外。只是藥材眼看耗盡，往後疫病復發，可怎麼辦？諸位安心，草藥之事我自有對策。公子，進山採藥的夥計半路被族家丁攔截，採摘草藥盡數被燒毀。大人，城外隔離營藥材即將耗盡，進山採藥之人遭士族攔路焚毀草藥，數萬病患無藥醫治，流民終日惶恐。本鎮守手握官倉存糧、府庫藥材，卻受制於士族聯名施壓，不敢公然開倉相助，反倒讓一介商人獨擔賑災重任，實屬失職。士族掌控城內藥材商行，放言絕不接濟海公子。若是大人公然調撥物資，士族定會上書長安，彈劾大人私通流民。不必我親自出面。調撥3成官糧，半庫草藥，派心腹差役換上百姓粗布衣裳，分10餘條小路，悄悄送往城外大營，
避開士卒眼線。物资轉交阿忠即可，切勿暴露本官手筆。城里士卒有言，所有粮草药材不准送于海市，这批物资归我们带走。这批物资是民间百姓自发筹集，你们强抢赈灾物资，就不怕遭天谴？什么百姓物资？定是海市收拢人心的手段，今日全部扣下。公子，押运的粮草草药全被士卒家丁半路劫走，我等拼死阻拦也无济于事。这群士卒心肠歹毒，属下现在带护卫上门讨要。阿忠，不可冲动。眼下流民还需药材果腹，与士卒正面冲突，只会断了百姓生路。先另寻出路。公子，赈灾1月，商行大半银钱全部消耗，就算熬過瘟疫，來年春耕農具老舊，開墾不出新田，饑荒依舊年年反覆。濁酒藥材只能解一時之急，改良農具，開墾荒地，增產糧食，才能徹底根除饑荒。如今木籬易斷，耕犁淺薄，一畝收成不足30%，全鐵打造犁壁，深耕土地，產量至少翻3倍。全鐵打造農具耗費大量鐵器，山陽鐵匠鋪儲備生鐵稀少，打造百副鐵犁已是極限。動用商行銀錢收購全境生地，召集所有鐵匠統一工坊趕製，低價分發給各村農戶，開墾荒地不收分文租金。老漢打鐵40載，從未見過這般精巧犁具，若是用來耕地，定然省力不少。公子出資全包生鐵原料，諸位只需日夜趕製，10日之內需造出500副全鐵犁，分發各縣農戶。好。這種犁耕地時能自動翻土，覆土可以幫助你們快速開墾田地。若是真能深耕增產，我山陽百姓再也不必受饑荒折磨。只是城內士卒把控田地，怕是不會讓我們開墾荒地。荒地無主，官府無明文禁止開墾，鐵犁免費發放，開墾所得糧食全歸農戶自身，士卒無權干涉。只用1半力氣，耕地卻深了數倍。往年耕1日的地，如今2個時辰就能做完。全套鐵犁10日之內分發至各村，無地農戶可前往城郊荒地自由開墾，收成全部自留，商行不抽取分毫糧食。這批農具歸我們士卒接管，荒地歸士卒所有。農具由海公子全額出資打造，免費贈與農戶，爾等無權搶奪。在上前休怪刀劍無情。公子，士卒家丁想半路截絕鐵犁，屬下據理阻攔，對方見護衛人多，只能駕車退走。我早已定下農具領用契約，農具分發登記姓名。士卒就算想搶奪，也無法收攏農戶手中犁器，荒地開墾已成定局。公子思慮周全，士卒再也無法控制我們農戶生計。若無海公子開辦學堂賑災分離，我們山陽百姓早已餓死病死，此恩永世不忘。如今地裡收成翻倍，娃也能免費讀書。公子是我們全家的大恩人。
逐簡記錄山陽全境民心盡歸海公子。郡守令你連夜策馬趕赴皇宮，親手遞呈陛下，路上不得泄露分毫。陛下，山陽郡守加急密報，全據百姓心中只知海公子，不知朝廷官府。一個化名商贾之人，竟能收攏一郡民心，此人絕非普通商人，莫非是那劉賀？來人，你一道聖旨，封劉賀為海昏侯，即刻遷去豫江海昏縣。拟旨，陛下迁废帝刘賀前往豫章海昏，赐4000户食盐，是否添加安抚之語？不必多言，朕念及宗室骨血親情，封爵拜侯。劉賀若不知好歹，那也由不得他。奴才即刻選派心腹使臣，快馬加鞭，不敢延誤。如今山陽產業根基穩固，糧倉充盈，百姓安居樂業。往後我們只需安穩守着封地，不必再四處操勞。但願如此。遠在長安那位可一直盯着我們呢？我們遠在山陽，早已不理朝務，陛下為何還要覬覦我們的生活？不好了，王爺！王爺，長安傳旨使臣已經抵達郡城門外，不日便來王府宣聖旨。皇帝詔曰：废帝刘賀，今封海昏侯10亿4千戶，即刻携家眷舊部南遷豫章海昏縣，限期1月动身。臣遵旨。劳煩使臣回宮復命，1月之內必然動身南遷。识时務者為俊傑，莫要辜負陛下一番體恤宗室之心。陛下此時強令我們遠遷，難不成是察覺了王爺用海公子的身份在山陽的所為？我們經營的產業、學堂、醫館盡數在此地，多年心血付諸東流。我們興商、辦學、賑災、改良農具，從未插手朝堂半分事。陛下為何依舊容不下我們，非要逼我們遠走他鄉？朝堂局勢莫測，前有我這位廢帝，後有狼子野心的霍光。這位陛下日子也不好過，賜海昏侯看似封賞，實則調虎離山，切斷我們的根基。如此看來，陛下是看穿了王爺的布局，放任我們留在山陽，陛下定是寢食難安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海昏也不錯，至少遠離長安之後，陛下能讓我當個逍遙侯爺。好。公子，山陽連鎖9坊，各縣義學、惠民醫館，皆是心血。若是盡數解散，實在可惜。酒鋪轉托靠本地掌櫃經營，銀錢全部用於維持學堂和醫館，農具糧倉盡數留給山陽百姓。咱們只帶金銀典籍、家眷舊物前往。屬下定按照公子吩咐，守住山陽惠民產業，不負托付。豫章，我來了。阿忠，你讓他們去巡查一下四周。是。劉大人托我轉交公子一封信，看完焚毀即可，不可留存。何人送來信函？為何不敢現身相見？郡守張敞，他身居官職，與我相見便是授人以柄，只能暗中傳信。時候不早了，該趕路了。大人，何不親自上前與海公子道別？百姓皆知公子仁德，不會有人非議。我是陛下心腹，
专职监视劉贺，公然相見便是觸犯聖紀，只能書信一封略表心意，祝他海坤順雷。张敞心中寫了什麼？他知曉我一心安民，並無謀逆之心，奈何身負監視皇命，身不由己，只勸我到海中低調行事，保全自身。海生县令廖平早已等候邊境，等候侯爺抵達，另有棘手大案等候侯爺處置。侯爺遠道而來，海鄉地界貧瘠，不比山陽富水。府衙早已備好侯府居所，只是年久失修，還望侯爺多多包涵。此人全無半分宗室禮儀，刻意怠慢。初來乍到，不必與之起衝突，先去府邸落腳。此地連尋常農戶宅院都不如，縣令分明刻意羞辱侯爺。府衙人力不足，無力修飾侯府。侯爺若是住不慣，也無別處可安。本县羈押一樁3年殺人懸案，線索全無，久不能破。侯爺身為海昏侯，轄管縣獄，案子便交回侯爺處置。本縣也該功成身退了。縣令執掌海昏刑獄，懸案本開縣衙審理，為何強行推給侯爺？陛下令侯爺統管海昏封地民政刑獄，斷案本是分內之事，一眾百姓可都看着侯爺呢。案卷留下，3日之內，我定會查清此案真兇。大人，死者其弟正是廖平夫人親弟，3年前爭地結仇，事發後此人憑空暴富，購置良田宅院，分明是謀財害命所得。廖平刻意壓下線索，藏匿贓款物證，只憑一面之詞判旁人嫌疑。此案藏得太深，你2人今夜分頭暗訪，查清此人藏匿地點，案發當晚人證。是。那樁旧事千萬不能對外吐露半句，若是被人查出，縣令姐夫也保不住我性命。小的知曉，庫房日夜留人看守，絕不讓外人靠近。周家庫房內金銀玉佩，款式與案卷記載死者遺物完全吻合。鄰村老丈親眼見案發當晚，周攜帶短刀前往死者家中。午後傳喚里正百姓代表一同升堂斷案。哼，證據齊備，午後縣衙公堂當眾斷案，看廖平如何遮掩包庇親屬。侯爺明察，內弟年少無知，一時糊塗。縣令大人被薄禮100兩，只求侯爺寬宏，不再深究舊案。往後海昏大小事務，大人只管開口。縣令有心，這份財物我暫且收下。3日之內，我暫緩查案，你回去復命便是。多謝侯爺成全，小人即刻回府稟報縣令。侯爺為何收下賄賂？豈不是落人口實？哼！我收此物，便是引他們放鬆戒備。今夜即可前去周家，起獲全部贓證。上！小人知錯，
是我貪圖他家田產，持刀行凶，求侯爺饒我一命啊！县令收你好處，刻意壓下命案證據，你以為能一輩子藏住殺人贓物？3年冤屈，今日總算能洗刷干淨。今日當眾開審，所有包庇、行凶之人，一律處置。县令廖平听闻小舅子被擒，携带县衙全部差役持械趕往公堂，想要強行搶人犯案。刘贺，你未经本县允許，擅自拘拿本县親屬，私闖民宅取物，眼裡還有縣衙法度。3年殺人懸案，人證物證俱全。你身為一縣之令，收受賄賂，包庇兇犯，置百姓性命於不顧，這便是你口中的法度。姐夫救我！是你教我藏匿赃物，壓下線索。縣令徇私枉法，不配管海中。下官識人不清，徇私包庇親屬，釀成3年冤獄，愧對海亨萬民。從今往後，海昏刑獄，民生注視，全憑侯爺決在。下官全力配合，不敢再有半分刁難。若不是侯爺明察秋毫，我夫君冤屈，永世難生。如今县令不敢刁難，全海百姓都願聽侯爺安排，只求能安穩耕種，子弟讀書看病。往後興辦學，改良農具，修繕屋舍，我一一安排，讓此地不再貧瘠。贛江上游連日暴雨，河道水位暴漲，不出3日，洪水便會圍困海昏縣城。海鄉地勢低洼，往年大水沖毀無數良田屋舍，存糧雖多，但若全城百姓受災，恐支撐不足2月。分3成糧食運至城北高地，搭建臨時安置棚，備好柴火、草藥，洪水來臨即刻開倉賑濟，絕不許百姓挨餓染病。我帶人清點布匹、木板，預備搭建臨時居所，同時召集城內郎中待命。快去通知各戶百姓，洪水即將到來，往城北高處去。往年大水來去快，不必麻煩搬遷。今年雨水連綿半月不停，贛江水勢遠超往年，遲了來不及撤離，還請老人家盡早前往高地。此處地勢最低，每次大水最先被淹。若能築起長壩，可護住大半農田民居。洪水到來前，先加固高地臨時棚，水落後即刻徵集百姓一同修建防洪大壩，一勞永逸解決水患。一輩子攢下的田地房屋，一夜全沒了，往後如何活下去？城北侯爺備好粥飯、棚屋，先前往高地安置，侯爺定會想辦法重建家園。若不是侯爺提前備好糧草棚碩，我等今日早已葬身洪水之中。洪水只是一時的，待水勢退去，我帶大家修壩開渠，重建田地屋舍。往年修堤只用泥土，大水一沖便垮，根本擋不住江水。採用竹籠填實加固壩根，分層夯土，再開挖多條分流渠疏導洪水，便可永久抵禦大水。侯爺，
從山陽帶來的金銀，大半要投入治水，往後商行周轉，恐會捉襟見肘。錢財外物，百姓家園才是根本。只要海昏不再年年遭水，散盡金銀亦無妨。我的嫁妝綢緞、銀飾盡數變賣，換取建材糧草，助百姓築堤。往年官府也曾徵百姓修堤，耗費數月人力，大水一來，盡數沖毀。侯爺此法當真管用。以往只堆黄土，此次底層鋪滿竹籠巨石，牢牢扎根河床，再分渠泄洪，洪水再大也無法衝垮堤壩。侯爺拿出全部家財救濟我們，又親自規劃治水，我們理應出力修壩，守護家園。若是堤壩再垮，我們又要流離失所，暫且先去工地看一看再說。百姓心中顧慮太深，遲遲不肯前來。單憑我們寥寥幾人，不知要修到何時。我身為海稱侯，封地受災，理當身先士卒。百姓見我真心為民，自然願意前來協助。侯爺謹遵御貴，尚且親自吃苦修堤，我們本土百姓怎能袖手旁觀？走，一同去筑壩，守住我們自家田地房屋。有侯爺帶頭，此番堤壩一定能守住海生。众人齊心協力，待到堤壩完工，再也不必懼怕贛江洪水。朝廷有令，命海西侯即刻停工，不得私自徵調民族，大興土木。陛下谕：海昏侯刘賀私自發民，擅興土工，耗費無度，即刻停工，遣散百姓，靜待朝廷處置。洪水年年害人，侯爺修地救我們，憑什麼停工？全境百姓賴以田地家園，堤壩不修，來年大水必全城覆滅。此令我不能遵從，堤壩必須修建完工。侯爺散盡家財救我們，誰敢阻攔，便是與全城百姓為敵。安排護衛守住河道工地入口，繼續照常運送石料竹籠，工程一刻不停。堤壩需要盡快修建完畢，朝廷追責我一人承擔，百姓無需受牽連。侯爺心懷蒼生，我等拼盡全力，3日內便可完成主壩主體。侯爺，主壩西側一段河床土質鬆軟，若不加寬加固，大水到來極易發生潰壩險情。此處河床泥沙過多，無巨石固定，水位上漲必定沖刷垮塌，必須加倍堆砌石籠夯實。調動所有剩餘石料、竹籠，全部運往西側。今日日落前完成加固。大壩成了，往後再也不怕洪水淹家。江水可按需引入田地，往年只能種1季，如今1年2收，收成翻倍。若无侯爺修壩開渠，海生永無安生日子。
分发改良全铁犁，供百姓開墾新田。通往臨縣的山道出現大批山匪，劫掠貨物，傷人奪財。官府數次進山清剿，全屬潰敗。海昏如今安穩，糧多水足，往來客商越來越多，唯獨進山商路不安全，屢次被劫。托侯爺修壩分田的福，今年收成比往年多2倍，日子越來越好。匪首黑虎手下數百人盤踞紅山大寨，縣衙兵力單薄，進山腳屢遭埋伏，商路徹底斷絕，再無人敢往來海中經商。紅山山勢險峻，易守難攻，官府硬攻只會死傷慘重，不可貿然出兵。黑虎放出狠話，3日後要親自帶人下山，洗劫海昏縣城，搶走城內所有金銀糧草。侯爺，硬攻不可取，明日我單人進山，面見匪首黑虎，化解這場禍亂。本侯今日並非來廝殺，專程上山與黑虎一談，爾等不必攔路，帶路便是。听聞侯爺坐擁海昏封地富庶糧草，今日拿下你，金銀糧草盡數歸大寨。你們身上甲胄皆是邊關志士，當年戍邊將士，何苦落草劫掠，終日躲於山林？一切侯爺孤身入匪寨，莫不是假意招安，轉頭調兵清剿我紅山弟兄？我無半分加害之心，只為給你們尋一條安穩農耕生路，還請大當家容我入寨詳談。若是敢耍花招，今日箭雨之下，你們插翅難飛。侯爺身居侯府，錦衣玉食，怎懂邊關士卒飢寒苦楚？當年邊關校尉私吞軍糧，你為護住麾下弟兄，失手打傷上官，無處容身才遁入紅山。我說的可有半分差錯？年年躲官府搜捕，整日提心吊膽，孩子們連田地都沒有，世代只能流落山林。我何嘗不向弟兄、家人們安穩活路？可官府視我等為盜，下山便是牢獄之災。常年劫掠，絕非長久生機，一旦出差錯，必將萬劫不復。侯爺在山陽、海昏興辦學修水利，善待流民。若我們能下山墾田，就再也不用躲在山林中了。我們手上都有劫掠案記，官府怎會寬恕我們？下山便是自投羅網。官府那邊，本侯自會前去周旋，可讓諸位無罪歸田。官府招安皆是陷阱，待我們放下兵器，便是秋後算賬。我弟兄絕不自投羅網，我等皆有案底，官府絕不會容我們存活。絕不招安，誓死不降！絕不招安，絕不招安，誓死不降！我知曉大家的顧慮，空口無憑，大家也難以信任。郡縣官府常年清剿山匪，紅山山寨獨立無援，不出半年必被圍剿，寨中老弱婦孺無一幸免。你們落草皆因災荒苛政，走投無路，並非本心作惡。我執掌海真放地全權，這份文書是我給你們的無罪歸民、世代安身之路。我不逼你們歸降，也絕不調兵圍剿。信我，便棄刀歸田；不信，我即刻離去。
任你们自擇前路。侯爺當真能做主，保我等全家安穩。我要的是海兄再無匪患，再無流民失損。上山以來，從未有人善待於我們，侯爺是真的給了我們重新做人的活路。半生刀口舔血，惶恐度日，如今才懂安穩安居才是正途。侯爺以人心待人，以實策安人，格局遠勝一眾官吏，我徹底心服。我半生不信世道人心，今日就信侯爺一次，承蒙赦免活命，賜我安生之所。我率全寨弟兄棄道為民，誓死追隨，絕無二心。誓死追隨侯爺。海營各地流民聽聞侯爺大赦山匪，劃破荒山安民，全城百姓奔走相告，數萬流民紛紛奔赴海津侯府，懇請侯爺安置。青少年編入商隊護衛，熟悉山林者採伐竹木，開設商行。凡願務農者，發放耕牛，改良鐵犁，3年免田租。擅長拳腳者，護衛贛江商路，按月領俸。熟悉山林巧採之人，可專營竹木、桑麻販運。商行由官府備案，合規經營。我即刻傳令全寨，明日一早全員下山，前往海昏安置點。如何？原以為山上盜匪窮兇極惡，如今竟要下山耕田。往後有田有商行，不用躲山洞，堂堂正正做人。無論從前境遇如何，到海昏皆為良民。有荒地、竹木商行，商議可供營生。紫禁城分內外兩重，外城安置竹木商行、糧鋪與平民居宿，內城建學堂、惠民醫館、議事廳堂。城外整片紅山化為開荒農田，晃成河可隔絕山洪與流寇。按此規劃，往後贛江大水，山野匪壞都再難侵擾城內百姓。當年你們下山劫掠，家家戶戶都丟過錢糧，如今怎敢信你們不會再作亂？諸位鄉親放心，有本侯作保，紅山眾人今後以開荒、採伐竹木為生，官府登記在冊，若再有劫掠，我願擔全責。今日帶他們下山，只為開墾黃山、修築城池，不再傷害任何百姓。往日犯下過錯，心中愧疚，往後只想踏實種地，再也不做傷人之事。侯爺擔保，想來是真的，不妨看看。多謝諸位鄉親，大家一次上前，郎中會為各位診治，分發草藥調理身體。聽聞官府會下發開荒耕牛，不知咱們何時能領到？多虧侯爺加明原委，方才實在心慌。如今眾人安分謀生，往後鄰里可和睦相處。無論從前境遇如何，今日起皆是海昏安分百民，荒地、商行、學堂，人人可享。待百寶星們處置安穩，我們便一同動工修築專屬郡城，抵禦水患非禍。侯爺，暂且歇息片刻吧。城池安民，亦可鬆懈不得。侯爺日夜奔走，築城太花荒，許久不曾歇息。此處有我看管，您回侯府靜養，我在府裡跟您匯報進度。城池良田尚未完工，我放心不下。往年水患非輪番來襲，如今有城有田，全靠侯爺安民規劃。侯爺，速速回府，請太醫請診治。
总算給海昏百姓留下安身立命的天地正治。侯爺積勞傷臟腑，壽數將盡。管家，府中田畝賬目盡數交由羅父打理，紫禁城修築工程不可半途廢置，務必妥善收尾。府中上下諸事，往後便勞你多費心照看。侯爺放心，這些年我們在山陽、豫州苦心經營，好日子才剛開頭，你怎能拋下我一人？我本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，該死之人。如今民生安定，此生心願已了，只是委屈你往後獨自度日。阿忠，先把麒麟羽竹簡放進匣底。戴爾，把世紀竹简和金器圖樣逐層擺放整齊。這些器物藏於地下千百年，真的會有人發覺讀懂侯爺一生嗎？史書只會書寫朝堂政鄧，民間公今無人記載。唯有這些實物，能洗去後世對我的污名。往後學堂、醫館、墾田救治，萬萬不可荒廢。鄉里之間互敬互助，切莫滋生紛爭。侯爺放心，我定會守好城池，護好百姓，不辜負您一片苦心。当年剛回昌邑，人人都等着看我潦倒落魄，唯有你不離不棄，嚴加暗中相助，這份恩情我記了一輩子。不管世人罵你昏君，我自始至終知曉，你心中裝的從來都是百姓。是追逐皇權道國，殊不知富民行教才是真正逍遙自在。我輩2000年後是不爭一時口舌之快，但要讓他們打心底認可。你拿着這個，我相信你。你留下的所有證據，都會靜靜等候千百年後的人。沒有侯爺，便沒有如今安穩日子。侯爺囑託之事，我全部辦妥。医生，3號床病人醒了。世人罵了你2000年昏君，如今所有證據重見天日，你的故事終於有人知曉。如今盛世太平，你畢生期盼的萬民安穩，全都實現了。萬民安穩。